也许碎片才能让回忆展颜，何妨此花拼凑明天？谁带我寻获幸福的梦，却自己迷中困锁？谁为我留下缱绻的天涯？心无石墨顽强，思念如烟，它飞舞舌尖。若是真爱配着几分苦甜，欲念婆娑，时间里推磨，追随到何处才结果？烟雾正现在晴空风边，几幅女后将眼泪坠点，誓言斑驳，请我自是经过，风雨中且让我应步而挪。丽贝尔，你说的那道美味可口的娘惹菜是在哪里吃的？就在后面的一间厨房里。是他，他准备的食物根本没有拿上来。林姐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清楚。给丽贝尔这么一说，我倒想去尝尝看了。希儿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好。我带你们去。亲家母，你们慢慢吃，我去就来。美玉，你陪亲家母吧，有希儿跟丽贝儿陪着我就行了。我也去。就在这儿。你说的就是她？不是，那个女孩子叫月娘，就是剩那一点点。人呢？她走了。月娘，我一直在等你，可是，你拉我去哪里啊？周总要见你。哎，等等，月娘说要加点酸甘汁才好吃。行了。妈妈，怎么样？这女孩啊，好厉害，真的好厉害。这汤汁里啊，有马来盏、黄豆酱、辣椒干、香茅、黄姜、南姜，很普通的香料。可是要调配出那么好喝的汤汁啊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每一样材料啊，都要拿捏得恰到好处，多一分太呛，少一分又太淡。真的吗？妈妈，能不能让我喝一口？好喝，太好喝了。还有没有？没有了，你把它全吃掉啊！因为是实在太好吃了。哲哲，月娘，你来了。盛叔叔，你就是牛仔的卓卓。牛仔？
是啊，我就是老母牛。月娘先给您祝寿，祝朝朝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好，好。朝朝，你一点也不像老佣人。月娘，你说的老佣人就是他？是啊，我真的被搞糊涂了。他说的没错，我就是这里的老佣人。我的一生啊，都耗在这个家了。货真价实，我是这里最老的佣人了。小姑娘，这米粉还有这甜点都是你做的？今天是陈老太太的大寿，牛仔忙着接送客人，没时间把食材送过来，所以我就看这厨房有些什么，凑合着煮了一锅汤汁。另一方面，我也不知道牛仔什么时候会回来，食物放在汤汁里搁置太久就会变软，再好吃的食物也会难以入口，所以我就先把米粉弄好，等要吃的时候再淋上已经煮过的汤汁，就是热腾腾的一餐了。亏你想得到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不是吩咐林姐叫她把食材送过来吗？你还不明白吗？一定是月娘在这里的事情被他们知道了，就收买了林姐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没事，没事。这是你做的吗？我在厨房找了一点糯米，一点虾干，再加一些香料，就做了这润帕乌当。可是我的手有点不方便，是丽贝尔帮我用香蕉叶卷的。我卷的不好，不过你们不要只看外表，里面的东西才重要。润帕乌当。朝朝，你试试看吧。朝朝，你不喜欢吃吗？不。朝朝对这道甜点有特别的感情。以前她有个好姐妹，经常煮给她吃，所以她直到今天都无法忘记那个味道。要是吃到难吃的润帕乌当，妈妈就会很生气，说这甜点可不是被这样糟蹋的。原来是这样。好久没吃了。这味道，这味道，圣儿，你也尝尝。就是这味道。是谁教你做的？我娘娘和我妈妈教过我。你娘娘？妈妈，月娘就是菊香的女儿。菊香的女儿，怪不得，我就觉得你很像一个人，可是年纪大了，怎么想就是想不起来。原来你就是菊香的女儿。卓卓认识我娘娘？你娘娘又漂亮又本事，可惜命薄。我娘娘走的时候，我才不到10岁，学不到她的本领。不过我妈妈却教了我很多。卓卓，月娘今天没能煮好吃的东西给你，下次有机会一定再来煮给你吃。有机会的，有机会的。这2个字是你绣的吗？是，我的手受了伤，拿针线不太灵活，绣得不好。你的手受了伤，还能绣到这样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这2个字是追远。你为什么会绣这2个字送给我？我没读过书，不识字。不过我在我家的祠堂上看过这2个字，我把它记下来了。
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。追远就是说，我们要永远记得我们从哪里来，不能忘了我们的源头，也是在叫后代子孙不能把祖先给忘了。那你知道在拜祭祖先的时候，供桌上要摆放些什么吗？一般上要准备3牲、4主菜、4配菜、甜点，还要有饭、酒、茶、水果，以及祖先在世时特别喜欢吃的东西。供桌旁边要放一个盛了热水的洗手盆，让祖先餐后洗手。家中长者也要保杯，请祖先来用餐。现在很多年轻人连怎么拜祖先都不会了，难得你那么清楚。来来来，陪陪坐坐。可是怎么了？我得赶回马六甲，要不然……左左，有这样的事？怎么说，月娘也是菊香的女儿，他们怎么可以把她当下人一样的对待呢？你告诉仇少这些干什么？有卓卓在，不怕，跟我来。怎么这么久都还没回来呀？不如你去看看吧。难道你没发现妈妈已经在怀疑我了吗？妈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啊？没你的事，别问这么多。他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来，过去坐。牛仔，祖祖不是说有他在就什么都不用怕的吗？坐吧，坐吧。坐吧。月娘，来啊，坐啊。希儿说，她要带一个姑娘来，我不知道她是谁，就说不管你带谁来，也要跟其他的姑娘一样过我这一关。现在除了珍珠、玉珠、桂娇之外，还有一位姑娘跟我很投缘，她就是月娘。亲家母，原来月娘是你的外孙女。之前我听说菊香生了个女儿，没想到这么大了。是啊，玉珠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你还不知道吗？牛仔就是你一直都想见的陈少爷啊。我想留4位姑娘在家里住2天。珍珠、玉珠、月娘是皇家来的小姐，我自然要先问过亲家母了。这，好，好，这当然好。妈妈，希儿喜欢谁再清楚不过，何必这么麻烦？干脆今天就宣布决定，让他们早日完婚，皆大欢喜。又醉话连篇了，别理他，大家吃。对不起，我得回去了。对不起，周周，我答应我妈妈，天黑之前要回去。
好，我放开你，可是你不要走，听我解释。解释，不必了。你是大少爷，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要骗谁就骗谁，还需要浪费口水跟我解释吗？我从来没想过要骗你。是吗？是谁说他是个开车的？是谁说他叫什么牛仔？是谁说他有一家10口等着他养？是谁说他有个在陈家当佣人的卓卓？不管是晨曦，还是牛仔，我还是我，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能跟你在一起。不要再说了，我很感激你，感激你跳下井救我一命。可是这不代表你可以这样耍我。我没有。月娘，我真的喜欢你，可是我喜欢你不够，我要卓卓也喜欢你，我才做出这样的安排的。那如果你卓卓不喜欢我，你是不是静悄悄把我送回皇家？月娘，陈大少爷，你把我当成什么？我不是街边摆卖的花，摆卖的肉，任人选，任人挑。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我只有这样做，才能跟你在一起。我很想当个牛仔，当那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喜欢谁就喜欢谁的牛仔。可是我做不到，我背负了整个家族的使命。我的婚姻需要卓卓的祝福。月娘，我喜欢你，卓卓也喜欢你。跟我回去吧。月娘，我不要这样，我不要自己的命运被你们这样安排。月娘，我跑着跑着，突然觉得脸凉凉的。原来我哭了，我气自己干嘛要哭？所以我就边跑边骂自己。我就这样一边跑一边哭，一边骂自己，也不知道跑了多远，流了多少泪，打了自己多少巴掌。妈妈，你为什么要跑？为什么要哭？为什么要打自己、骂自己？你不是很喜欢他的吗？你相信吗？直到很多年以后，我才明白那天我为什么会跑，会流泪，会打自己，骂自己。因为你不要让别人决定你的命运。这是其一。还有呢？陶姨是不是告诉你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嫁妆？是啊。别听她的。这年头，你们年轻人都不穿这些了。我穿。
这是妈妈你亲手为我缝制的，我结婚的时候一定会穿上。就怕妈妈没机会看到。这是妈妈你亲手为我缝制的，我结婚的时候一定会穿上。就怕妈妈没机会看到。妈妈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以为妈妈还年轻啊？再说，你一个把人家赶走，另一个又不理不睬。妈妈想喝这杯孙女婿的茶，看来也不容易。反正你等注释了。今天晚上有夜市，你就带他们出去走走。人家能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找你，可见你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。什么地位？他一定是被那个女的甩了才回来找我，我才不稀罕这种地位。你呀，还是这么任性。我这次回来是要陪妈妈你的，我要继续听妈妈讲故事。还有，你叫我做朱秀喜好吗？你真的要学？嗯。哦，怎么啦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因为玉珠姨婆，你要成全玉珠姨婆和陈家少爷，所以就跑了。妈妈，你好笨。爱情不是自私的吗？爱情只是你跟他的事，爱是不能抢夺，也不能转让的。我的小孙女，我们相差了50年，而且我也不全是因为玉珠。那又是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当时心里很乱，我想起我娘娘，想起丽贝尔小姐说的话，想起，我现在也记不得了。反正就是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。茫然，这叫茫然。茫然，对，就是茫然。最后，玉珠姨婆和陈家少爷结婚了。没有。那陈家少爷后来跟谁在一起啊？月娘小姐，月娘小姐，月娘小姐，准备午餐了，我就来。什么午餐啊？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该是吃晚餐了。月娘小姐啊，你不要再折磨自己了，好不好？你是个小姐啊，不是像我一样的下人。你是绝对配得上晨曦少爷的。我去准备晚餐。不用不用，我不是来叫你准备晚餐的，我是担心你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看你，才过了1个晚上，你就变了形了。果然，爱情啊，真的很折磨人。还好我已经看破了，舒淇不嫁，
不然以我阿桃这种条件，都不知道要招多少蜂，引多少蝶呢。月莲小姐，喂，是我啊。希儿现在开车去马六甲了，要去接那小野种过来啊。有这样的事？看来希儿对那小野种不死心，老太太呀又爱孙心切，都听希儿的。哎，那玉珠跟珍珠还有希望吗？如果不是那小野种的话，早就成了。现在啊，还连累了美玉，老太太对她很冷淡，话也不跟她多说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会想办法的，你那边就看着办吧啊。哎，喂，哎，看着办，看着办，你要我怎么看着办啊？爸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是不是妈打来啊？你妈打来，她说晨曦现在开车来接月娘啊，她要我看着办。哎，我能怎么办啊？爸，这有什么好苦恼的？交给我吧，我一定让那晨曦马上夹着尾巴跑回去。你想干什么？晨曦看上他什么？不就是他那骚样吗？只要我们把那小野种的脸毁了，看那晨曦还要不要他？喂，你可别乱来啊！爸，等晨曦把他接走，大局已定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你放心吧，这件事只要做得像场意外，就不关我们的事了。何太太，新加坡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先生只告诉我这件事啊。那真是太可惜了。月莲小姐为什么要跑回来呢？难得晨曦少爷喜欢她，陈老太太又叫她留下来，这么好的机会她却……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何太太啊，我是为月莲小姐着急啊。她这样跑回来，不知道陈老太太会怎么想啊。如果她因为这样而生她的气，那……哎，抽嘴巴，摔嘴巴！哎呀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陈老太太的气量不会那么小的。何太太，你去劝劝月娘小姐吧，我这张笨嘴巴说不出什么好话来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孩子回来以后，整个人好像变了个人似的。皇后，你把他淋个皮开肉绽。事成之后，我保证你能口袋满满的回家乡。行，小少爷，包在我身上。月娘小姐啊，别冲了！月娘小姐，桃姐，小头家叫你。来了。什么？我只是一时不小心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谢谢你。你不用谢我。
我欠你捏菊香一个道歉，现在我不欠了。所以以后要当心一点，要是再有人把你当成丑八怪，我可不理的。姐夫怎么了？心里不安，想求祖先原谅啊？啊，皇家祖宗不知道怎么看你了。秀娟，你在说什么？月娘被人家用热水烫得皮开肉绽，一张漂亮脸蛋就这样子毁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姐夫，你真不会做戏，你这样的表情，任谁一看都看出你的虚假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幸好月娘没事，要不然你水洗都不清啊。月娘没事，哎，那你刚才……难道你希望她皮开肉绽毁了一张脸吗？你怎么变得那么狠心啊？月娘是菊香的女儿，说起来也算是你外甥女。你竟然容许天宝去干这种事啊？你跟天宝说的话，我全都听到了。天宝年纪小，可以说他不懂事，可是你……不要再说了，都是我没用，都是我没用。你现在知道自己没用了吧？当初要你去提出我们婚事，你连吭都不敢吭一声。想不到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一样不长进。当初我没有吭声，你应该感到高兴。为什么？那你就不需要跟着我这个窝囊废。要是你跟我在一起，你就不是窝囊废，因为我比我姐聪明100倍，我们也绝对不会生出像天宝那样的蠢蛋。以为收买下人去干这种勾当就可以置身事外，不是蠢那是什么？陈家少爷可是留学英国，他能受你们这样蒙蔽吗？他肯定会寻根究底，为月娘报仇。到时候公文推给天宝，天宝还不是把一切责任推到你这个爸爸身上？是，他这个饭桶，我差点就给他害死了。怎么了？后悔了？当初要是你娶我，怎么会有今天呢？心里还有我吗？秀娟，说啊，你心里还有我吗？秀娟，不要这样，这里是祠堂。就是因为在祠堂，我才要你说，当着祖宗面前说，你心里还有我吗？怎么美玉还没来呀？姑姑来啦，怎么样，老太太不下来吗？妈妈说她累了，叫我们自己玩。哼，都是那个小贱人害的。嘘，你以为这里是自己的家吗？妈，要不是那个小贱人，老太太怎么会对我们这么冷淡啊？妈妈气的是我，现在她连话都不跟我多说了。娘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这牌呀，还真难打。妈妈，你现在还有心情打牌？晨曦已经去接那个小野种了，要是他一来，我们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啦。如果晨曦真心喜欢月娘，就成全他们吧。你是猪脑啊，说这种蠢话。你知道有多少人想攀这门亲吗？如果那个小野种真的嫁入陈家，再为陈家添个一男半女，那他的地位就会不得了了。到时
我们还会有好日子过吗？对呀，我们这样对他，他不趁机报复才怪啊！月娘她不会的，你不只是猪脑，还是白痴啊！轮到谁了？珍珠，该你了吧？妈妈，我哪还有心情玩牌呀？你呀，就是这么沉不住气。我考考你们，爸爸家庭挑媳妇，最注重的是什么？来来去去，不是珠绣就是厨艺啦。不是贞洁，女人的贞洁比什么都重要，所以才会有婚后12天，新娘回娘家，婆家送上椰浆饭的习俗。什么椰浆饭的习俗啊？新娘是玉女之身，婆家就要在新娘第12天回门的时候，给娘家送上椰浆饭。要是娘家收不到椰浆饭，那是很丢脸的事。而娶了这个没贞洁女人的婆家，也会被人笑话。所以，女人的名声很重要。月娘，你是人还是鬼啊？你说呢？我要动动，我才知道，要是冷冰冰的，你就是鬼。你动吧。温温的，月娘你是人，月娘没有死，月娘没有死。大婶，这些日子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我好久没有听到你唱《安公赛》了。月娘喜欢听我唱《安公赛》。我担心你又被人欺负了。没有人欺负我，我去追燕子。追燕子？我追燕子追到山里头去了。你看。你采了那么多燕窝。我有听月娘的话，有鸟蛋的我不采，有鸟的我也不采，我跟燕子做了好朋友。那就好。月娘，这个给你，这些我要换鸡腿饭吃。鸡腿饭？老马说，要是我给他这些燕子窝，他就给我鸡腿饭吃。他知道你有这东西。上次我去那个黑的屋子里采了一些燕子窝给他，他就给我鸡腿饭吃。可是后来我回去那个黑的屋子里，锁住了，我不能进去，就没有鸡腿饭吃了。他没给你钱？没有。老马真是太欺负人了，不要再给他，我帮你收。以后你采的燕窝你都交给我，我帮你卖。你就有钱了。那有鸡腿饭吃吗？有了钱，要多少鸡腿饭都行。那我这些全部给你，我全部给你。大傻，千万要记得不要告诉别人你去哪里采燕窝，要不然大家都要抢，到时燕子都飞走了，你再也找不到燕子了，知道吗？知道，我千万不会告诉别人的。肚子饿了吧？我拿饭给你吃。好。大傻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命是你救的。好好吃哦。月娘小姐啊！月娘小姐！桃姐，我在这里。月娘小姐，来了！什么来了？陈家少爷来了。陈七少爷，请喝茶。妈妈，别叫我什么少爷，叫我陈曦就可以了。
希儿说，他早早想叫月娘过去他那住2天，让我跟珍珠预住一块回来，看怎么样？月娘她只是个下人，就怕她没见过世面，让老太太不高兴。我周周很喜欢月娘，我也希望月娘能够跟我一起回去。先生，您来做主吧。希儿，谢谢老太太的盛情。不过，就如兰姨所说，月娘也只不过是我们皇家的一个下人。不管月娘是什么人，周周和我都很喜欢月娘。玉玲小姐，你听到了吗？她说她喜欢你啊！这陈曦少爷还真够意思。既然希儿远道而来，又是陈老太太的意思，你就叫月娘收拾，跟她一块去吧。月玲小姐，你听到了吧？来，快去准备啊！呀，月娘小姐啊，我真是为你高兴啊！你苦了那么多年，明明是个小姐，却又被当成下人一样看。哎呀，还好啊，老天有眼，总算让你熬出了头了。我真是为你高兴，为你高兴。这个陈曦少爷啊，是3代单传，你跟他结婚后啊，生个一男半女的。什么一男半女的？月娘小姐啊，一脸福相，肯定台台都是男的。如果没有10男，一定会有8男。哎呀，到时候啊，陈老太太一定会把你当成宝样来疼。哎呀，女人呐，如果有这样的命啊，就是最大的幸福了。真是这样吗？女人真的要这样才是幸福的吗？哎呀，那当然了，我阿桃啊，如果有这样的命，就不会想要舒淇了。对，我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命啊？月娘小姐啊，戏里都这样演的，一定是才子配佳人，公子配小姐。我阿桃算什么啊？可是你就不一样了，你是佳人，陈曦少爷是才子。桃姐，别再说了。好，我不说。哎呀，我这人呐，一开心就噼里啪啦说个不停。你看我不说又说那么多。哎，月娘小姐，换衣服吧啊！你说季姐怎么样啊？季姐好像太花了，你不知道陈老太太会不会喜欢？哎呀，别介，这件吧哈，这件好像太素了，老人家不喜欢太素的啊。桃姐，别找了，我不去。如果把你的眼神模样，就可以无视寂寞的炫耀。我想，我不会像现在这么早。如果把走过的路都记牢，就可以面对短线的依靠啊。至少孤单不用如此的骄傲，不期而遇的微笑，像扎根脑海的石雕，抓不紧也放不掉。未来的某个街角，是否转身就找得到？